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越老越有钱的手相。现在没钱不要愁，再等等。每个人的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人虽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三、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四、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1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五、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能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六、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
7. 首长中央长制，这种人可以说很少，10000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种首相的人。这种首相的人做事不会在乎太多的小节，只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首相。年龄越大越有钱。首长中央长制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首长中央长制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龙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龙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龙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首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首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首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首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首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是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命运有时候似乎是公平的，会让你先苦后甜，或者会让你先甜后苦。不管是哪一种人生，我们都应该学会苦中作乐。如何从手的特征看出自己是富贵命还是穷苦命？一、富贵手的特征。一、手掌柔软。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感觉特别柔软，看不到有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而且心灵手巧，很会赚钱。这样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最关键是他们一生财运很好，尤其是偏财运，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此外，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二、手掌厚实。罕见的10大富贵手相纹，其中之一就是手掌较厚的手相。手掌较厚的人注定可以做大事，他们聪明能干，吃苦耐劳，财运事业基础好，再加上自身不断的努力和努力，很容易就能取得成功。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也一直在默默努力，保持低调，这样手相的人容易发财，也是常见的富贵手相。三、太阳丘丰隆。我们的手其实和我们人生的运势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我们太阳丘的部位和财运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我们命中的吉祥程度密切相关。太阳丘一旦崩塌，富贵吉祥不易，但是如果太阳丘足够茂盛，你今后的命运就意味着终究有用不完的财富，也有吉祥的生活。可见太阳丘丰隆的人自己也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如果他们自己足够努力的话，那么他们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四、水星丘饱满。水星丘其实就是无名指和小拇指下方的区域，也是钱财纹和财运线所处的位置。这一区域代表个人所具有的财运和经商的才能。水星丘饱满乃是常见的有财手相，此外这一手相也代表着其人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善于交际，应变能力很强，若是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肯定能够获利丰厚。五、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如果手上有贵人线，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而且贵人运特别好，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赚钱厉害，大多能够拥有很多资产，家人也跟着享福。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的，日子过得非常富裕。六、有三豹纹。手相中食指上的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是3条指节纹便叫做三豹纹。通常拥有三豹纹的人，他们的财运比一般人要好，而且个人的财运多数是来自于好的桃花。因为这种手相的人，他们的感情婚姻运势很好，嫁贵夫娶贵妻的几率很大。总之，有三豹纹的人，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另一半成为大富大贵之人。即掌心纹路相互交叉。
在相学中，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呈三角形或者方形，通称为财库。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有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如果掌中交叉的很明显的话，表示此人财运极好，有一定的资产，一生都不会缺钱。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即使不用太辛苦，也能拥有比别人还要多的财富。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不愿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着。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收入可观，日子过得非常富裕。8. 掌心藏水。所谓掌心藏水，指的是把手平摊开，中间整个凹陷下去，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非常的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很高，人际关系较好，也懂得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容易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理财，比如买些理财产品，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并从中获利。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赚钱容易，存钱也很厉害，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9. 中指细长。细长的手指总是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中指长的话，在手相学中，中指代表人的交际能力，所以中指长也是典型的富贵之兆。生这个命的人，不仅自己贵人运势极盛，而且在其一生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家庭的力量，可以顺利度过一生，安乐享受。晚年时期是长寿命格，所以这样手相的人不仅在年轻的时候富贵，也在晚年时期也显得富贵。10. 无名指长。如果一个人无名指生得很长，跟中指差不多长度的话，表示此人很有创作才华，有天赋，脑子灵光，会赚钱，而且财运也是非常好。不管做什么职业，只要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能从中获利，而且收益可观。无名指长的人一般都特别聪明能干，颇有智慧，做事有头脑，大多数都是靠脑子吃饭，不用太辛苦就可以把日子过很好，钱财不缺。相反，如果无名指特别短的话，那就表示此人辛苦劳累，而且可能比较喜欢赌博，总是想着一夜暴富，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最后一败涂地。2. 穷苦手的特征。1. 指缝过宽。在手相学当中，指缝比较宽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握不住财，因为指缝太宽，就像是杯子破了一个洞似的，里面的水会不断地从洞中流出去，也就意味着钱财会从指缝流走。指缝宽的人可能有一定的挣钱能力，在赚钱方面很有自己的头脑，但是想要守护好这些财富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类人大多缺乏理财观念，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约意识，在消费方面不懂得节制，所以很容易出现浪费的情况。而这种不良的消费习惯也会给他们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压力，越是年老越是拮据。2. 食指弯曲。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需要常见的用手劳动。如果一个人的食指是紧贴着中指，则说明这个人守财能力很好。相反的，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说明这个人只能任劳任怨的工作，注定要过穷苦日子。3. 手掌平而单薄。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手掌长得平而单薄，则这样的人天生的福气比较淡，福禄也不强，存不住钱。手掌粗糙就是干活的命。不仅如此，这样的人在生意场上也没有主见，容易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后半生的财路比较浅薄，
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利，一辈子都是劳碌命。4. 财运线暗淡。所谓的财运线其实也叫做成功线，如果线纹不完整，这类人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做事马虎不细心，诸事不顺，常常会意外破财，不善于理财，控制能力差，没有什么耐心，天赋也没有，事业运势不佳，正财方面没有什么发展性。也就是说，想要通过工作升职加薪，爬到最高职位可能性不大，偏财运也不旺。5. 生命线断断续续。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处事态度不够端正，体力不好，生命力不强，有贵人相助，但是本身运势很弱，生活单调无奇，没有生活情趣可言，耐心不强，自卑消极，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导致生活越来越贫苦。手上的特征能够看出一个人一定的运势，但不能完全决定，所以在后天我们依然要努力生活，这样才会有好运。好了，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小手抓金，大手抓财，小手难道更有福气吗？关于通过面相看命运，除了一般的方法，还有很多与之有关的老话和俗语，比如男阔金女阔银，两腮无肉不可交等等。而除了面相，还可以通过手相看未来，与其相关的俗语同样有很多。今天要看的俗语小手抓金，大手抓财就是其中一个。这一句俗语各自代表着什么意思呢？难道小手真的要比大手更加有财运吗？一、小手抓金，大手抓财什么意思？小手抓金，大手抓财的实际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的手比较小，那么他就是一个富贵之人，一生不愁没钱。如果一个人的手比较大，那么他这一辈子很可能是劳碌命，会吃尽苦头。手比较小的人，因其手掌有肉，手指柔软，所以看起来很少干活，人们就认为这样的人生活条件比较好，眼界和条件好了，成功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自然就能够实现抓金了。而手比较大的人，他的手看起来比较粗糙，人们就认为这类人干的活比较多，出身并没那么好，因此就不会那么容易成功，所以才说大手抓财。那么手的大小真的能代表一个人是否富贵吗？其实这只是人们片面的看法。一个人手的大小与生活并无关系，而是与遗传有关。那么真正的抓财手是哪些呢？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抓财的能力。一、手心低洼。所谓的手心低洼，就是指把手掌伸平，中间也会拥有明显的凹陷，尤其是把水放在手心当中，钱财也不会流走，则一般拥有这样手相的人，个人的聚财的能力比较强，此握被称之为聚宝盆。他们的钱财运势旺盛，也拥有自己的赚钱的门路，身边的贵人多，收入积蓄都不会少，必定能够保证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少有烦恼。二、钱财纹多条。钱财纹就是指位于手相下方的小竖纹，而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多半自身的钱财运势发展都会比较好，偏财运势也会比较强，非常的容易得到意外之财。个人的头脑聪明灵活，行动能力比较强，只要是自己抓住机会，就一定能够集聚不少的钱财。而且钱财纹长得越多，则这样的人事业运势发展也就会越强。三、理财纹清晰。所谓的理财纹，就是指在金星带与感情线中间有清晰可见的纹路，而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个人的偏财运势发展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容易发大钱，收入也会比较多，尤其是比较容易中大奖，或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得到的成就比较高，
注定日后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成功，个个都是富贵命，赚钱的本事都会比较高。4. 元宝纹。所谓的元宝纹，就是指每一个人的手掌当中的纹路纵横交错，形成一个比较密闭的四边形或是梯形等，则一般拥有这样手相的人，个人的脑子长得非常的活络，钱财运势也会比较兴旺，拥有极强的赚钱的能力。他们不但能够聚财，而且也能够招财，个个都是成就大业的人，福气运势自然也不会少。5. 手指并拢无缝隙，一双手平伸出来，手指并拢，如果说中间有很多的缝隙可以透光，是会漏财的表现，表示存不住钱，赚再多也是左手进右手出。相反，如果手掌伸出来，手指并拢，中间没有一点缝隙的话，一般都表示此人财运好，不但会赚钱，而且还特别会存钱，不会随意挥霍钱财。手指间没缝隙的人，大多数都是理财高手，很会把家过日子，精打细算，从不浪费，能省就省。6. 贵人线。在手相中，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有贵人线，说明此人的运势很好，能够有很强的贵人缘，做什么都能够有很好的财运，所以这种人命运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再加上很有人缘，做事能够很有自己的分寸，所以能够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做事能够有自己想要的，所以能够有很强的能力，而且阴德比较深厚，这种人的面相是最典型的一种贵人相。7. 所罗门环。在手相中，所罗门环是一条很明显的纹路，这种是位于木星丘上，微向上弯曲，围绕着而生，而且有这种纹路的人，一般学业有成，能够很有运势，而且能够很有智慧，对事情也能够抓住时机，做事也是很不错。再加上这种人能够有很强的目光，寻人的力量也很强，所以这种人的婚姻上也是很好，有不错的异性缘，所以能够抓准时机，在困难的时候能够有能力。8. 手掌有肉。手掌能够看出此人的有肉或者有贵人，如果一个人的手掌能够有肉，说明此人的运势很好，能够做很多事情，而且这种人很有责任感，能够有自己的前途，所以在事业上很容易就能够闯荡一番事业，能够有贵人运，所以这种人在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做得很好，再加上婚姻上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所以这种人注定是富贵命，衣食无忧。9. 无名指留纹。无名指是手指中最重要的一根手指，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只有无名指是留纹，说明此人能够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做什么都能够做得很好，所以这种人能够得到上司的赏识，所以能够有很好的拥护，也有人际关系，而且在晚年的运势也是很丰盛，所以在困难的时候也能够有人帮助，能够有很强的能力做事。10. 偏财纹。拥有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网状纹或错综复杂的纹路的人，被称为拥有偏财纹。这类人通常聪明敏捷，反应灵敏，容易通过投资或经商来积累财富。这种网状纹靠近第一指节的人会较早地显现出来，而靠近第二指节的人则可能出现得较晚。11. 指甲。在相学中有着苦抓财、巧抓财一说，指的是个人在获取财富方面所拥有的才能是否出色。如果其人不仅有着好的工作才能，而且财运也很稳定的话，那么他们通过个人能力获得财富就会非常容易，这就是所谓的巧抓财。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出色的财运，那么他们无论再怎么努力都很难提高自己的收入。而能够展现出这两种不同手相特征的就是指甲，主要是指大拇指的指甲。如果指甲中的月牙只有整个指甲的1/5左右的话，便可以称之为巧抓财；而如果是高度超过1/2的话，则是苦抓财。12. 十字纹。十字纹出现在财帛宫下位，代表此人财运来得很晚，
往往是等到年老才有一定小富贵，年轻时候多数运势不济，即使聪明有加，也是郁郁不得志。但是这样的十字纹预知能力也颇强，只是不在财运上，相对而言，做他的家人会更加幸福，事事都会为家人着想，家人或者自己有劫难时能够及时预知，逢凶化吉，逃过劫数。小手抓金，大手抓财这一句俗语，只是前人的看法，在当今社会并不适用。现在的人们想要获得财富，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努力，不管你的手是大还是小，都无法用此来判断未来的命运。手大的人只要辛勤努力，一样可以获得成功；手小的人懒惰不堪，一样抓不住财富。不过，手的粗糙和柔软程度，倒是可以看出一个人平时的生活习惯和性格。手比较粗糙的人，说明平时干重活较多，比较踏实；手比较柔软的人，说明其心思细腻，生活习惯很好，懂得保护自己的双手。虽说手的大小不能代表富贵和财富，但我们的双手却是可以创造财富的。好了，吉命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男娶贤妻，女嫁良人，钱财无忧的手相。男娶得贤妻，女拥有好夫，这也是人生的一大追求了吧？但娶妻嫁夫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说到缘分。天给大家说的是婚姻及财运旺盛的手纹，这些纹不多见。一、品字纹。品字纹通常由3条纹路组成，形成一个品字形状。在手相学中，拥有品字纹的人被认为具有福气。这些纹路通常出现在无名指下方，代表着家境富裕和生活优越。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不同凡响，享受着与众不同的待遇。品字纹的出现被视为一种稀有的象征，象征着领袖气质和不凡的才华。他们往往是社会中的精英人物，具有领导能力和卓越的才智。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非常出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拥有品字纹的人往往会拥有非同寻常的人生和事业成就。婚姻线完好。在手相学中，婚姻线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和婚姻关系。如果你的婚姻线完整而清晰，通常表示你在婚姻中会很幸福，你的伴侣会对你非常好。然而，如果你的婚姻线超过6条，可能暗示着婚姻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婚姻线过长，可能暗示你对伴侣的要求较高，这可能会给婚姻带来压力。另外，如果你的婚姻线尾部有分叉，可能意味着你容易在婚姻中出现分歧或者分手的可能性较高。而如果你的婚姻线向上延伸，可能暗示着你并不想结婚，或者对婚姻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需要注意的是，手相学只是一种传统的观察方式，不能完全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婚姻关系的幸福与否还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沟通、包容、相互理解等。因此，不要过分依赖手相来判断婚姻关系，而是应该通过理性的沟通和努力来维系和改善婚姻。生命线很长、深刻又鲜明。生命线长且深刻，通常被解读为生命力旺盛、健康长寿的象征。这种手相暗示着一个个性开朗、坦率的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在生活中，他们通常是积极主动的，勇往直前，但也可能过于独断独行，自以为是，主观意识较强。因此，为了避免身心的伤害，他们需要自我克制，避免过度放纵自我。然而，如果生命线断断续续或中途出现坏记号，可能会影响健康和寿命。因此，即使生命线长且深刻，也需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心态，以确保长寿和幸福的生活。4. 天纹双条。当天纹上方出现另一条天纹，形成双重天纹的情况时，如果这些天纹清秀细长，没有驳杂断裂的情况，
通常象征着个性开朗、心地善良的人，他们能够享受家业的印币，但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感情世界，可能存在双重性格的特点。对于这种手相的人来说，如果过早结婚，由于感情用事，可能会经历婚姻变故，因此他们更适合晚婚，以更加成熟和理智的态度对待感情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平衡个人的情感需求，避免因为感情冲动而导致的后悔和不幸。5. 天文分叉与地文交汇，天文末端在食指下分叉，上支纹到达巽宫，下支纹与地文交汇。有这种手纹的人通常十分重感情，事事为求全，愿意为爱牺牲，但在其30岁之前，事业和爱情均不如意，容易入错行，所遇非人等。如果选择晚婚，会有明显好转。6. 玉柱纹双条，玉柱纹双条之人被视为一生中有着贵人相助的幸运手相，他们通常能够享受富贵发达的命运，在事业上，他们具备多方面发展的潜力，往往能够获得丰硕的成就。然而，由于早年生活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事业工作上，他们在家庭方面可能投入的心思相对较少，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夫妇间的矛盾和摩擦。因此，晚婚可能会为他们带来更幸福美满的婚姻。晚婚的人更加成熟和理智，能够更好地平衡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婚姻中获得更多的幸福和满足。7. 六绣纹，六绣纹从明堂出发，向上到达无名指下方，代表主其人早年波折动荡，事业会经过大起大落才能获得成功。同时，早年婚姻较为辛苦，家庭环境变化多，容易受多方阻碍。晚婚能化解这种手纹的人婚姻上的波动，更易获得幸福。8. 手掌有理财纹，当手掌感情线上方出现一条平行的纹，被称为理财纹，通常代表着该人在财务方面有一定的天赋或者专长。这种手相的人可能会承担替别人理财的责任，或者在大公司里担任会计等财务相关职务。他们擅长处理金钱事务，能够有效地管理资金，因此在帮助别人理财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务。由于对财务的敏锐度和专业知识，这些人往往能够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使自己的财富得到增值。因此，他们通常不会因为缺乏资金而感到拮据，能够在生活中保持一定的经济稳定。9. 手掌有痣，在相学中，手掌上的痣通常被视为吉痣，尤其是出现在手掌心的位置。这样的痣被解读为具有特殊的意义，代表着智慧和财富。如果你手掌心上有痣，相学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你具有聪明才智，并且将来有可能会富有。这种痣的存在象征着你在生活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机遇和财富的积累。因此，持有这种手相的人可能会在事业和财富上取得成功，并享受到丰富的物质生活。10. 看食指，如果一个人的食指上有一条横纹，据说这意味着他或他在异性缘方面很有福气。这种人往往会吸引到很多异性的注意，有时候这种吸引力还会为他们带来财富，他们可能会因为桃花运而得到意外之财。比如，男人可能娶到一个财大气粗的妻子，或者女孩找到一个经济宽裕的伴侣。另外，人的食指与中指之间的细缝也有其面相学的解读，如果这两指之间有一些间隔，据说这意味着此人善于思考，做事谨慎而努力，勤奋劳动，因此这种人有望在将来取得成功，事业有所发展，财富也会随之增加。在人的食指根部木星丘比较发达的人，这也是主财运的地方。木星丘在手相学称为巽宫，也叫钱财宫，这种人运势较好，因此财运必佳。木星丘饱满气色、血色良好的人，财运必然旺盛，这种人大多是商业发家。11. 无名指与小指，
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表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比如果买彩票中奖了等等。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的斜线称之为钱财纹，钱财纹如果比较多，并且比较清晰，代表着有较强的理财能力，擅长理财，特别是在生活上能精打细算，不会盲目开支花钱，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12. 玉柱纹起于对宫。据相学，手上有玉柱纹，尤其是起始于对宫的女性，意味着她们在工作上具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她们能够独当一面，处理各种挑战和任务，展现出出色的领导才能。与此同时，他们也懂得如何在家庭和婚姻中取得平衡，实现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对于男性来说，拥有这种手纹同样是事业成功和职位逐步提升的象征。他们可能会在工作中取得显著的成就，得到同事和上级的认可，事业蒸蒸日上。这种手纹也表明了他们的领导才能和决策能力。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